大家好，我是萨利森。2024年，大部分人都会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我们把钱存起来吧，就越存越穷；我们把钱拿去投资吧，搞不好还会破产。很多人这一刻都已经意识到，退休以后他们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一开始他们的做法就是去存钱。但比较聪明的人存了个4-5年，就会发现不对啊，因为就算收入再怎么提升，存到的钱都变得越少。为什么呢？你看，你明明辛辛苦苦的去打工赚钱，但第一件事不是把钱给自己享受，而是先预留一笔钱去交税给政府，而且赚的越多，交的税就越多。政府告诉你，这个是公民责任，有能力的人就应该贡献更多给社会。但你会发现，巴菲特、比尔盖茨，甚至连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们交的税都比他们的秘书还要少。而你呢？赚到钱的时候就要交税，而当你没有工作、赚不到钱，甚至亏钱负债的时候呢，你只是不用交税，而不是把你交过的税返还给你。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也没办法啊，虽然薪水交完税以后变少了，但把这些税后收入存起来，少出去吃喝玩乐，那总比没存钱的人强啊。结果5年后你会发现，你出去吃顿饭变贵了，你租个房子来住，房租也变贵了，什么都变贵了。为什么？因为美联储不断印钱的情况下，钱就在不断的贬值啊。你明明5年前只有5万美金，你终于靠毅力存到10万，但5年前的5万美金能买到的东西呢，现在10万美金却可能买不起。比如说一套房子的首付款，也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按分守己的把钱存起来，就代表你默许这个钱每年无形的被通胀偷走。所以大家就意识到，钱一定要让它流动起来，用钱生出更多的钱。但是你不懂投资啊，那么大部分的人就会找一些财务规划师，希望他们可以帮你投资赚钱。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去读了很多什么 CFA、CPA、CFP 等等的课程，以为读完了之后我就懂得投资了，我就能够成为财务规划师，帮自己财富自由了。到后来我才发现，大部分财务规划师他们自己并没有过投资，他们大部分都只是一个雇员或者是一个自雇人士，他们赚的叫做薪水、顾问费或者是佣金，而不是投资的利润。比如大部分读完 CFP 的人都是专门卖保险或者银行理财的，这些人玩的游戏呢，并不是帮你变得更有钱，而是通过帮你管理资产，让自己变有钱。我很同意，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是投资的专家，每个人对投资都可以侃侃而谈。而最可悲的是，其实他们在聊的是不同的事情，却以为自己都在聊相同的事情。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投资呢？投资如何才能源源不绝的赚到钱呢？投资如何才没有风险呢？等等的这些问题，如果你今天不搞清楚，你跟你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会继续的问：2024年该投资什么呢？2025该投资什么呢？2026该投资什么呢？然后就会引来一大堆人来帮你管理你的资产。所以如果你不想因为无知让自己的钱被人家赚走的话，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你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如果你想要解决成为老板、投资家、有钱人这件事情，你可以跟其他5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首先，第一大投资的天条，不要总觉得投资不安全，投资的风险很大。今天你跟李嘉诚都只有1个亿，你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去投资，你觉得你投资的风险大一点，还是李嘉诚的风险大一点呢？这就证明了投资的风险跟钱多钱少无关了，无知的人才会有很大的投资风险，投资本身的风险是可以很少的。这个世界有2种投资者 ，insider 内部投资者和 outsider 外部投资者。很重要，注意听了。为什么李嘉诚投资的风险比你低呢？当年李嘉诚看到了一本杂志，发现意大利很流行一款新的产品，叫做塑料花。
这种花不但比鲜花便宜，而且还能保存得更久。那么当时的香港并没有这种东西，而且当时的香港人消费水平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李嘉诚就觉得这种塑料花如果能够搬来香港卖，那肯定是很赚钱的。但是他并没有立马去投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 outsider， 他看到的只是这东西的趋势，并不知道里面的细节。所以当时的他直接放下手上一切赚钱的工作，直接飞过去意大利做什么呢？当卧底啊！当时的意大利工厂为了节省成本，经常去雇佣一些非法的亚裔工人，所以李嘉诚就去面试，直接把废品清洁员的工作拿下来，就是跟我一样扫地的。但是扫地僧经常可以自由的进入藏经阁，当时的李嘉诚呢，也可以随意的进入任何一个车间。他一边的工作，一边就可以仔细的观察每一个生产的流程、销售的流程，还跟里面的工人搞关系，套取更多的知识。当掌握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当他从一个 outsider 变成 insider 的时候呢，他就辞掉这个扫地的工作，把所有的钱输哈到这个塑料花上面，结果就让这笔钱翻了无数倍。李嘉诚说啊，我开塑料花工厂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过去就在塑料花工厂里面打工，对于塑料花从生产到销售非常的清楚，这里面没有风险。我投资房地产、投资港口，都是因为我对这些生意十分的了解。所以当年巴菲特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给格雷勒姆写信说我要加入他的公司呢？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才能当卧底，把人家研究的思想和东西一转身学习过来为自己所用。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房价要崩盘了，也有人说房价还会继续的涨，还有的人说呢股票是最好的投资，也有人说黄金会暴涨，甚至有的人说投资要多元化，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但是股神巴菲特又说不要多元化，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密切关注这个篮子。那请问你听谁的呢？听自己的啊。比如说今天你想要投个健身房，那你就先到市场上最好和最差的健身房里面上班，哪怕当个扫地的也行，这样你才可以学习和分辨这个健身房有没有投资的前景，不会被人家骗了。再比如说今天我想要投个房子，我就会放下工作，去看最少100套房子，亲自脚踏实地的去感受相同地区还有不同地区的房价、配套、升值潜力等等，然后我心里面就会知道什么价格叫做便宜和贵，并且跟不同的房仲搞好关系。只要有低于市价的房源，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找到我，然后我就会直接飞车过去砍价，最后当天成交。这些你能够做到吗？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但很麻烦，所以不做。那么这些一无所知的人，指望别人给 tips 的人，这些 outsider 亏钱不是很正常吗？所以记着，投资第一大天条，让自己透过学习和实际的参与，从一个 outsider 变成 insider。第二，如果你想要拥有投资者的血脉，你必须要搞清楚投资是如何赚钱的。我们投资就是为了获得这两种东西，一个叫做差价，另外一个叫做现金流。最简单，今天你投资一个房子，它从100万美金涨到150万美金，那你现在把它卖了，这里面你是不是赚了50万美金？这个就叫做差价。而现金流就更简单了，就是你在买这套房子之前呢，已经可以大概知道把这套房子出租出去，每个月能为你带来多少房租，这房租就是你的现金流。我之所以喜欢投资房地产，尤其是最近因为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去买房，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以前我只能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款，现在可以付2-3套。而当我把房子出租之后，我每个月的租金刚好可以抵上我的月供，而随着时间变久了，我租金的收入就会提升，月供的支出就会变少，我每个月的现金流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多，而这些都是我的被动收入。最重要的是，房子是不需要卖的，因为它是会生鸡蛋的鸡，它是唯一可以再拿去抵押跟银行借更多钱的投资品。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可以把房子抵押，甚至我可以拿这些抵押出来的钱去购买更多的房子，产生更多的现金流。
这个就是我的投资计划，这方面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说了。那么再比如说，今天你想要投资一家健身房、奶茶店、火锅店，你的目的呢是赚什么钱呢？是他每个月盈利，然后分给你的现金流吗？我自己的话，如果看中一个品牌，我会投资给他，让他卖经营权、加盟权，就是说卖产品的收入呢是有限的，我基本不会投，但是卖加盟费的收入呢却是很可观的。再比如说，今天我看见一条狗，血统是很纯正的，然后如果我把它给卖掉，那么我赚的就是差价，我$1000买回来，$2000卖出去，低买高卖。但是我今天投资它了，让它接受最好的培育，参加最有权威的比赛，把它培育成一条种狗之后呢，它每一天的交配都可以为我带来现金流。再比如说买股票，很多人认为买对一只抱生股，然后就可以长期持有，10年后赚10倍卖出就可以发财了。那么有没有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买入以后它立马出现下跌呢？这时候你怎么做？安慰自己它未来会涨10倍，所以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对吧？有人说我会加仓啊，这样就可以拉低平均成本，我10块买进，它跌到5块我再买，所以只要这只股票涨到8块我就回本了。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只股票从5块再跌到2块5呢？这个时候你的亏损就是双倍了，因为你加仓了，本来你100块跌了一半，你只亏50，现在是200块跌了一半，就是亏了100块了。你这种做法到最后呢，就只能祈祷上天给个机会，让你解套回本就好了。这个也是大部分人买股票亏钱的原因。股票下跌趋势形成的时候呢，越跌越买，导致亏损加倍。这种情况呢，他们就不再敢奢求能够在股票市场赚到钱了。只要不亏钱，能够解套回本就好了。我买股票跟买房的玩法是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呢是可以倒闭的，一个行业呢是可以被消灭的。就几年前吧，每个人都去买阿里巴巴的股票，因为它是龙头股之一啊。结果如今跌了80%，你告诉我100万剩下20万，你怎么长期持有呢？你只能闭着眼装看不见而已。而教你长期持有的人呢，并不需要对你负责任，难道你还要再等个10年吗？股票呢，其实跟你去纽约的帝国大厦是一样的，坐电梯上去呢要坐个3-4个小时，但你从上面跳下来只需要几秒钟，因为股票是流动的资产，只要经济危机或者是恐慌发生的时候，大量的卖出就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里面让大部分的人财富蒸发了。那如果我买股票收股息呢，也一样的，股价也会暴跌的。你现在在 Google 上搜索到的美国高息股，大部分都跌了50%以上了。之前也说过，而且它还可以不派发利息。像香港最大的汇丰银行暴跌了一半，利息呢说不发就不发了。而且美股呢还要抽取股息里面30%来交税。那你会觉得巴菲特就是这样投资的啊？因为人家管理的是无数个亿的资金，对于他来说，股票不是流动资产，因为他卖股票是要大量的卖出，很难找到有人大量的接盘的，所以只能长期持有。而且巴菲特他赚的不是股票的差价，而是你们投钱买他的基金所获得的管理费，还有他公司股价上涨给他本人的分红。所以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玩一个输多赢少的游戏，在股市里面有3/4的时间都是让你很难赚钱，甚至是亏钱的。他们并不知道选对一只暴涨的股票跟我们有没有读过金融学，会不会看财报，用不用长时间盯盘等等，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你需要像开赌场一样玩一个输就输1块，赢就赚1个亿的长期获利游戏。那么如果你想要摆脱上班的无限轮回，如果你希望成为我的弟子，学习年赚7位数美金的股票自动交易系统，我把需要的心法和招式都记录在2024年全新的股票投资班里面，价值$1000。但是今天如果你有订阅和点赞，你不需要花$1000，直接让你免费的去观看。而报名的链接将会马上下架，所以你可以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
那么第三大投资的天条呢，就是必须要让你投资的钱发挥最大的价值。今天假设你年薪10万美金，然后你跟你的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健身房，你只投钱不去经营，然后你那个朋友只出力不出钱，你投资了20万美金，也就是2年的储蓄进去，占股80%，他占股呢是20%，很公平对吧？结果你会发现，这个20万不但没有收回来，而且还一直亏损，因为你这个朋友把你的钱都吃了，然后都跑了。现在你面对2个选择，第一呢，继续投10万进去，辞掉工作，自己来经营；第二呢，就是把健身房关了。你会怎么选择呢？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第一个，因为如果不继续投钱，那之前亏的20万全部都没了。这个呢，就是犯了经济学里面最大的错误，叫做沉没成本。过去你投了20万，那个是过去的事情，是过去你付出的成本，而不是你现在的成本。你现在做决定面对的成本呢，不是你过去的20万，而是如果你要自己做下来，但如果做不起的话，你就要亏掉这额外的10万，并且损失掉年薪10万，这个才是你现在的成本。一个人会变成赌徒，就是因为本来带100美金进去赌场，结果全都亏掉了。他希望把亏损的钱都赚回来，所以就在提款期再拿100美金出来，然后再亏掉，慢慢就找人借钱去赌，就是陷入了沉没成本的陷阱里面。投资也一样的，刚才说了，10块的股票跌到5块，不认错不止损，反而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去，结果就是被市场教训。所以我的做法是，我会关掉这个健身房，这20万就当上了一节课，因为钱是有时间价值的。假设今天我再投10万进去，我1年就算赚了10万，我还是没有赚到钱。为什么？因为我投了10万进去，这10万是拿去买器材等等的。就算健身房的利润有10万，那我也只能是刚好回本，我不能说把器材都变卖了，因为健身房没有健身器材就很搞笑了。而如果我关掉这健身房，我不额外投10万进去，加上我好好工作的10万年薪，我就有20万去投资了。那么这20万，假设我去上了扫地僧的免费股票投资班，就有可能1年变成40万，这个就是钱的时间价值。所以为什么我选择短线交易，而不是长线持有股票这个流动资产呢？因为股票下跌了，我立马止损，最多也是亏损个5%左右，然后我就可以立马回笼资金去购买其他的暴涨股。其实要做到每年翻1倍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难的，我每一次只赚15%的利润，我1年连本带利的去做6次的交易，我的复利率都已经是231%了。我1年只需要找到6只暴涨15%的股票，我就可以翻1倍以上了。这个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你可能还是 outsider。我建议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吧。那么第4大投资的天条就是有充足的现金流。有没有可能一家公司年利润赚1个亿，但是最后公司还要倒呢？这种情况一般公司都会被收购的。为什么？因为代表了不是公司的经营不善，而只是公司短暂的资金链断裂。很简单呢，今天你负债了2个亿，但是你利润只有1个亿，本来你按时还款就没有问题了，结果你的债主需要钱，让你立马还钱，但是你手上现在只有1个亿还不上，那怎么办？只能清盘了。同理，08年很多地方的房价都暴跌了，那么有的房东就要卖房，有的房东就不卖。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房东他的工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没了，被解雇了，没工作就没有收入，还不上月供，所以就被银行追债了。眼看着房价都跌了那么多了，所以就索性不还，让银行拿去拍卖。而另外的房东呢，虽然房价跌了很多，他们也很心疼，但是他们可能已经把房贷都缴清了，甚至说他们把房子出租，租金能够还得上月供，那么银行就不会催他们还债，所以就不需要卖房。又或者很多人本来就是全款买房的，也就是说资金链没有断裂，就依然可以防守，熬过当年的房地产危机。而今天的房价已经远远高于08年最高位的几倍，甚至10几倍了。当年那些人如果没有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卖房的话，其实现在都已经财富自由了。但还是澄清一下，
房子跟股票是不一样的，房子是刚性的需求，是不动产，所以我会长期持有，而股票是流动资产，一家公司是可以倒闭的，所以我会短线的交易。但是两者是一样的是，我都有一个计划，在投资之前我就已经计划好风险管理的策略，以防自己的资金链断裂。好了，投资的4大天条：一、成为 insider； 2、计划好每个投资适合是赚差价还是现金流，还是两样都可以做； 3、把资金最有效率的去运用； 4、避免资金链断裂。在投资之前呢，你们要做一个检查，问问自己的投资计划符不符合这4大天条，符合就放心的去做，不符合千万就不要去冒险，因为亏损的将会是你辛苦赚来的钱。那么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而我每周四8点30分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如果你喜欢这种正能量，也可以为我点赞撑腰，并且把影片和正能量分享出去。你以为这是在渡人，其实是在渡你自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